整肃欧美的黑恶势力，在叶晨看来有2种方法，要么就像自己之前那样，无论是贩卖人口的加拿大黑手党，还是无恶不作的墨西哥黑帮势力，都直接一窝端掉，杀光或者掳光；再要么就把这个黑恶势力当成一颗榴莲，先把他身上所有的刺都剥光拔光，再把剩下的果肉一口吃掉。虽然他看不上这点小钱，但今天既然来了，自然不可能空着手回去。以后既然打算让强仔做大做强，那安东尼奥的家族便是自己给强仔准备的第1顿滋补大餐。安东尼奥此时已经完全不在乎叶晨要走的那75%利润了，他只想能活下来，起码还能守住一点家业。要是以后还有机会，或许还能找叶晨报仇；要是没这个机会也不要紧，起码活下来了。可是一听叶晨说要把自己送去叙利亚，他整个人顿时有些崩溃，哭着说道：叶先生，您要什么都好说，要我75%的利润，甚至85%的利润我都能给您，可您不能让我离开纽约啊。叶晨冷声道：给你的选择只有2个，要么去叙利亚，要么死。安东尼奥哽咽道：我要是走了，扎诺家族群龙无首，这个家就散了，许诺给您的75%利润也就没了。您把我留下，我也好兢兢业业努力为您工作赚钱啊。叶晨看了茱莉亚一眼，道：你走之后，你的组织就让你女儿来接手。茱莉亚顿时惊呼：我不要做黑手党。叶晨好奇地问他：你父亲不是说西西里的女人要多见一点血吗？我还以为他是想培养你做接班人。茱莉亚摇头道：不是，他只是想把我嫁给那个俄国人。叶晨恍然大悟，微微点了点头，转身又看向阿曼拉莫维奇，笑着问道：阿曼拉莫维奇先生，你这次来美国又是为了找对象？阿曼拉莫维奇死的心都有了，只能尴尬地说道：是安东尼奥说愿意把女儿嫁给我。叶晨笑道：那说起来咱俩也算有缘，2次见面，2次你都在忙着搞对象的事儿，结果2次都被我给搅黄了。阿曼拉莫维奇先生，你不生气吧？阿曼拉莫维奇也是郁闷无比，他也没想到自己2次想解决另一半的问题，2次都能遇上叶晨。上次还好些，虽然丢了面子，但也就挨了10来个嘴巴子，今天就真的惨了，腿都废了一条，看架势还得被叶晨送去叙利亚。不过面对叶晨的问题，他哪敢有半分忤逆，连忙拼命地摇头说道：叶先生，我怎么会生您的气？您能别生我的气，我就已经感恩戴德了。叶晨点点头，满意地说道：你有这个觉悟就最好，将来能少遭点罪。说罢，他又看向安东尼奥，问他：你有几个孩子？安东尼奥下意识地说道：3个。叶晨指着茱莉亚，问他：这是第几个？安东尼奥忙道：茱莉亚是我第2个孩子。叶晨再问：另外2个呢？是男是女？安东尼奥老实回答道：另外2个是男孩，大的25岁，小的19岁。叶晨问他：你打算以后让谁接班？安东尼奥连忙道：我打算让大儿子接班。叶晨点点头道：好，那就让你大儿子从明天开始接替你的位置，我会让万隆店的万破军飞过来跟他做一个交接，也让万破军认识他，将来万一他不听话，也好知道枪口该对准谁。安东尼奥一听到万隆店以及万破军，整个人更是惊骇万分。万隆店的名号，佣兵领域以及帮派领域几乎无人不知，安东尼奥自然也知道这个传奇组织以及万破军的传奇经历。可他万没想到，在叶晨口中，
他可以随时将万破军叫到纽约，给人的感觉，万破军似乎就是他的一名手下。而阿曼拉莫维奇也不由开始在心里重新分析起了叶晨与万隆店的关系。以前他以为万隆店是夺了叶家一半的资产，所以才会保护叶家，但是现在看来，叶晨的实力简直变态到惊人，而且性格极其强势，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屈服于别人？所以到底是万隆店征服了叶家，还是叶晨征服了万隆店？这件事目前还要打个问号。不过从叶晨的表现来看，似乎后者的可能性更高一些。想到这里，阿曼拉莫维奇心底更是惊恐无比。如果连万隆店都是叶晨的手下败将，那自己在他面前又算得了什么？还不是要被他彻底拿捏？此时的安东尼奥更为害怕，因为他听得出叶晨是要让万破军来监督扎诺家族。一旦扎诺家族不再听从叶晨的指令，那很可能就会被万破军干掉。而叶晨此刻也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威胁，冷声道：从明天开始，扎诺家族无论谁画事，只要有任何人不听话，我就让万破军立刻把他干掉。一个不听话就杀一个，两个不听话就杀一双，一直杀到你扎诺家族没人了为止。你听明白了吗？安东尼奥哪敢有半点怠慢，颤抖着拼命点头，口中喃喃道：听明白了，我听明白了。叶晨点了点头，又指了指身边的强仔，淡淡道：既然以后强仔就是你们的老大了，那你们扎诺家族自然要誓死保护你们老大的人身安全。所以从现在开始，无论任何情况，只要强仔遭到意外或者人为伤害，我不管是不是你们干的，都会认定是你们保护不力。如果强仔断一条腿，我就让你们扎诺家族所有男性成员断2条。如果强仔死了，我就让你们扎诺家族所有男性成员陪葬。听懂了吗？安东尼奥第一次听说这种夸张的连坐制度，眼珠子都差点瞪得掉在地上。但他心里也很清楚，叶晨这是吃定扎诺家族了，完全不给扎诺家族留任何余地。不听话要死，反抗更要死。这种情况下，唯一的选择就是顺从，而且是一切无条件顺从。无奈的他只能哭着点头答应，开口道：叶先生放心，扎诺家族一定会全力保证强哥的人身安全。叶晨点点头，又看向阿曼拉莫维奇，开口道：你也一样要是这个连坐制度中的一员，所以我劝你最好把你的亲信和嫡系也都交到强仔手里，为他所用，同时护他周全，否则万一他有点什么意外，你只会更倒霉。到时候你常年叙利亚的时候，可千万别怪我没提醒你。阿曼拉莫维奇一听到叶晨坚持要把自己送去叙利亚，整个人便惶恐的不知所措。他完全不知道叶晨到底是什么用意，而且那地方常年战乱，但凡是个惜命的，谁会愿意往那跑？一想到这，他便哀求叶晨道：叶先生，今天千错万错都是我脑子一时糊涂，求您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如果您还不满意，您打我骂我都行，给我个账号，我给您打点钱也行，要多少您只管说个数字，我只求您高抬贵手，放我一马。叶晨看着他，冷冷道：在北欧的时候，我已经放了你一马了，否则你怎么可能还有机会出现先在这里？说着，叶晨摇了摇头，感叹道：我给了你机会，可是你没把握住啊。阿曼拉莫维奇还想求饶，叶晨已经懒得与他多说，冷声对他和安东尼奥说道：通知你们2个的手下全部撤出去，10分钟后你们来一起跟我去趟唐人街。另外，我的新频道
历史印记馆已上线，欢迎观看订阅。